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63.97，收盘价是170.0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0.79，最低价是在163.51。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076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13倍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继续上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上穿了慢线，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横盘突破的位置。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收盘价站上了前高，也站上了4月20日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那也就是说，它确认了止跌，并且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是要继续上涨的信号。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将会确认自4月27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这里边有头高，在这个地方有底高，所以目前已经是短期的多头趋势。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再站上20日均线值呢，将会确认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好，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162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会突破，那向上突破就是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167。那另一个方向是下跌，收盘价会在158。实际在5月5日收盘价是在170.06，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也站上了我们设定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170。那这样一来就确认了止跌，那并且呢也建立了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日后股价的上行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对于5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是缺口的上沿，是在177附近。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上移，这是股价日后的第一个目标。那我们也会看到，这第一个目标和我们现在保留的这条趋势线是重合的。那这条趋势线是自2月16日以来的，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头低，然后这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好，
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77。那是这个目标呢，是股价要回补上方的缺口，并且要维持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这是设定这个目标的原因。那么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那这个缺口我们看到已经回补了一部分。那这个缺口原来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173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那同时呢，我们会看到上方的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也是压力。那如果不能在5月8日如果不能突破呢，我们会看到呢，日后的趋势线会降低，也就是说这条趋势线将成为股价到达177之前的一个压力位。好，这是第一个目标。如果177被站上，日后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92。192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收复自4月12日以来的下跌。对，它是一根起跌的 K 线。那站上它的最高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那如果这个目标被站上，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还有207，是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还有217。那如果我们继续延续去说，日后股价如果能够再重新站上217，那我们说将会瓦解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然后重新建立多头趋势。那么重新建立的这个多头趋势呢，将是自1月6日上涨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站上217将会出现头高。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我们先给出两个目标，一个是177，一个是192。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我们也需要调整。那第一个目标是在160，也就是5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先加一条水平线。好，那股价下行为什么它是第一个目标呢？那也就是说，跌破5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160，那它将瓦解这一波上涨，然后呢，重新建立底低的空头趋势。对，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地方甚至更高的地方做头呢，也就是股价如果不能够上方不能够突破177，然后遇压而反转向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160，就是要重新建立空头趋势，瓦解这个多头趋势。好，这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的原因。那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52，我们变换一下颜色。那跌破152，那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自2月17日、2月16日以来下跌的这么一个空头趋势，也就是继续维持底低。所以下行的第二个目标是152。对，好，那实际上我们说股价在日后上行的过程当中，只要遇压而反转向下，它的总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52。因此152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称作为一个底。对，好。
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那对于5月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关注点，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70附近。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170。好，那也正好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附近。那我们要关注在5月8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维持在20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并且呢收盘价能在20日均线值上方，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现有的多头趋势，继续上行。但是如果遇到20日均线值不能突破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回档。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70。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持仓，就是在4月27日收盘价160，以5%的仓位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65。如果在之前股价到达165而没有出场的，那么目前还在持有仓位，那么继续持有仓位的一定是等待加仓做多的。那么到了5月5日，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并没有跌破我们给出的止损位157。那目前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在5月5日收盘价170附近，我们继续给出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就是这个仓位可以继续加仓10%。那这样一来，会有总的仓位会达到15%。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加仓，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多了。那做多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加满仓，加满仓。加满仓的概念是加到账户的50%的资金量。对，目前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仓是已经到达了15%，那目标我们是要加到50%。好，这是我们现在加仓的目标。那么我们还要给出止损位，由于目前我们在160附近进场，有5%的仓位一定是盈利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仓之后呢，目前有小的盈利，但是呢，一旦股价出现反转呢，会出现亏损，所以我们给出止损位，并不给停利的位置。对，那么止损位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对于5月8日5日均线值是在164到166之间，所以这部分如果加仓之后，我们要守164，在这个位置。其实164也是当日这根5月5日这根 K 线的开盘价，也就是实体的下沿。好，那我们测算目前15%的仓位的这个股价的成本是在166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的。所以我们给出止损位在164。好，这是我们说之前还持有的仓位。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出第二个操作建议，就是说之前一直是空仓的，没有仓位。那么在5月5日收盘价170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我们解释一下理由，这根 K 线它站上了前高，同时也站上了4月20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它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成交量是量增。那我们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它的指标都是向上的，所以在170这个地方，在技术上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那我们以5%的仓位进场抢反弹，抢反弹目标是到173，是这个缺口的中线。也就是在盘中如果到达173，是可以获利出场的，这是我们抢反弹的目标。如果股价出现了上涨，说我们不想获利出场，那么同样是等待后续股价上涨之后再加仓做多，对的。那么这是目标是173，我们要给出止损位。止损位我们守这根5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63.5附近，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163.5，要即刻出场。好，这是我们给出的2个做多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对于空头，其实我们会看到股价在5月5日跳空的高开盘之后，一旦股价在盘中站上166的时候呢，会有一部分空头回补，所以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也有可能是空头的回补，也促使了股价的上行。那唯一或者我们说特别好的一点呢，是上方回补了一点缺口，并且站上了第一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这是利好的消息。那不好的消息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遇到压力了。所以那对于空头，我们说它有可能会守20日均线值。这个守20日均线值并不是回补，而是它要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要进场。所以在5月8日开盘之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70附近。那在170附近一直到上方的173，173是缺口的中线，是这个强压力。对，那在这个地方呢，从170一直到173都会有空头的进场。那在这个地方进场，他们的目标是160，我们说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和152。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它的回补位应该是缺口的上沿177。那这样一来啊，我们会看到，如果股价出现上行，如果有更多的多头力量的介入，而突破了股价到达了177呢，那我们说会有空头的回补，那同样会促使股价会出现一个上行。对，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0日均线值。那我们把20日均线值是在170附近，我们把它和上方的缺口合并，就是170到177，这是第一个压力。那第二个压力呢，我们给出是从189到192，189是4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
这是上方的两个压力位。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64到166，这是第一个压力位。那同样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下方的缺口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合并。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63附近，所以把这几个位置合并之后，第一个支撑应该是从163到166。那第二个支撑是160，也就是我们说的5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然后第三个支撑是15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那如果出现上涨，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77，也就是说不会回补这个缺口，会在缺口上沿的下方一点，对，最高是到177，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70.5，在这个位置。那收盘价会收在176附近。对，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那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测呢，我们认为开盘股价即会站上20日均线值，那20日均线值呢将成为支撑，然后推动股价上行。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会出现横盘。横盘我们要给出两个位置，一个是横盘向上，横盘向上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69，上方最高会到达173.5，收盘会收在172附近。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上。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是横盘向下，如果是横盘向下，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0，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67，收盘会收在168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那也就是说，横盘向下呢，它将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调。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